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三万。今天呢，我们讲一个很多人都感兴趣的话题，AI。哦，可以啊。作为一个一线的从业者，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现在用 AI 啊，他还是不怎么会用，因为他现在还是停留在从 Google 搜索转移到了 AI 搜索。AI 出来其实已经有3年多了，对，但是到现在为止，80%的人基本上还是不怎么会用，只停留在跟他聊天。通过 AI 去搜索一些资料，去证实一些日常生活的问题，包括咨询或者一些建议，对，都是用 AI， 但是呢，它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生产力。因为大家网上都在说AI 很火呀 ，AI 能帮你创造出很多价值啊，但是好像我普通人就是用不到。对，很奇怪，对吧？好像也不会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为什么不会用，或者是说怎么才能好好用 AI？是这样的。我先说一下我最早用 AI 的经历吧。因为当时在2年之前，OpenAI 出了一个神器叫 ChatGPT 4.0。我知道。那时候我们也开始已经在用了嘛。对。这个东西刚出来的时候，我一用我就震惊了。这世界上怎么有这种东西啊？就是在我过去脑子里面传说的那种画面就出来了。我们可能创造一个神啊，而且在之后的很多年里面，大家都说AI 可能会诞生自我意识。对吧？或者是它会统治人类，其实不会的，不可能。当我了解了它的底层原理之后，它不可能。对，因为它就是人类创造的呀。不是，就是跟它的底层架构有关系。它是基于 Transformer 的架构的。它每一个回你的单词，它都是通过概率去计算的。为什么还有些模型 ？AI 现在真的会思考吗？它不会思考，它不会思考。只是它的计算逻辑会非常的快。它每回你的一句话，这一整句话就是它通过上一个字推测下一个字的概率。它只是为了去推测而推测。只是有的模型推测的好，有些模型推测不好。所以从它的架构来说，它不可能诞生自我意识的，只是看起来有点像人类。除非它通过另外一种架构去升级，它才有可能创造自我意识。这个已经有人在研究了。真的假的？真的已经有人在研究。如果我们哪天研究出来了我们神经元运作的原理，那它硅基生命就可以被诞生。那硅基生命诞生出来就很可怕了，因为人类是有寿命的。是它的寿命是无限的。对，这就跟我们之前有一期影片说的硅基生命很像。但其实，但它应该也不会反抗。这个就不好说。如果真的哪天诞生了自我意识的话，它有可能就要看看人类对它的威胁是什么样子的。那为什么还要创造它呢？创造一开始人类从传说里面是说，我们人类诞生自我意识也是一个无意识的状态，是神也不知道的情况下突然诞生了一个意识。但是人呢又是神的创造物，他不舍得把人类杀掉，他就把我们放逐到了人间。所以我们的诞生就很像人工智能变成了一个有意识的意识体，之后又开始自我繁殖。但是神给了我们一道枷锁，把我们分成了男人女人，需要2个结合在一起才能繁殖，而且有寿命这个限制。好，我说远了啊，我们说回来，为什么一开始我们会聊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因为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个事情，就是 AI 它不是神，它不能帮你解决任何问题，它只是你的能力的放大器。因为无论是 Anthropic 还是 OpenAI， 他们的 CEO 都在说 AI 这个东西它不是专业度的代替者，而是专业度的奖励者。什么意思啊？就是专业的人会越来越专业，但是原来就不怎么专业的人他就不专业。那原来就不专业的人他就没办法变成专业的？他可以变成专业，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说的，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样用好它。对，也可以通过 AI 去学习。对，但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用。哪怕你知道需要通过 AI 学习，但你又不知道怎么跟 AI 学习。对，我就这样。所以它只是一个专业度的放大器而已。大家不要把它想特别深，因为他说的也不一定对。是吗？但是我一直会认为 AI 说就是对的呀。这个就是将来可能30年之后人跟人之间的差距了。是吗？对，你如果完全相信 AI 的话，那你就是 AI 的傀儡。或者说不是 AI 的傀儡，而是信息的傀儡。他说什么就是对的，那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那确实，对吧？你总不能说这个是 AI 跟我说的。对吧？你基于一套我刚才说的 Transformer 的一套架构，他自己算出来的一个概率，你觉得它是对的？其实我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博主怎么干嘛解决问题什么的，都会求 AI。对，
AI 它是一个现在大家已经很多人就开始相信 AI，无条件的相信 AI 啊，这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今天才会开期影片给大家讲解 AI 它底层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让大家不要盲目的相信 AI， 但是呢又能够非常好的去利用它。那这个可以是我们很多人，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都关心。是的，因为 AI 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件非常便捷的事情，就是知识平权。什么叫知识平权？就是你原来一个不怎么专业的人，你可以快速的通过 AI 去补齐你一个专业的知识。虽然你并没有完全掌握它，因为你没有它那个学习过程，但是呢，它能够给你输出一个看似非常专业的东西，所以它可以把60分的人打到80分，但是呢，80分的人就不能达到100分。80分的人追求的100分是不断积累知识的过程，他的经验，我们一直说的 skill 就是他的经验，所以就是通过 AI 不断的运用，就是我们要把一件不确定的事情变成确定性。什么叫不确定变现？这个跟很多企业还没有完整的用上 AI 有关系，因为企业它需要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东西。然后现在我们在内部大量的用 AI 的场景都是确定性的。就是我能确定很多东西。对，就是我们确定 AI 这件事情它不会做坏，它不会产生幻觉，它一定能帮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对啊。那我们就把这一堆东西，重复性的东西交给 AI。但是呢，有一些创造力的、判断力的东西我们不会交给他。对。所以我们普通人要做的跟公司在做的事情其实很像，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把不确定的事情变成确定性。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比如说，你一开始问 AI 的一个内容、一个技能或者是一件事情，你觉得在整个摸索的过程，你可能是盲目迷茫的。对。那慢慢的你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是可以通过 A、B、C、D 去解决的，那它就变得非常确定。那你就可以用 AI 重复的把这件事情做掉。你告诉他第一步怎么样，第二步怎么样，第三步怎么样。但他也不能帮你计划什么的。对，他不能帮你计划，但是你可以通过你的 skill 或者你的 MCP，网上很火啊。你可以去通过各种工具来决定它怎么从 A 走到 B 走到 C 走到 D，最终给你产出一个确定性的结果。好，这里我快速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 AI 跟它周边的所有的配套的内容，很快。AI 它其实只是一个模型，我们叫 LLM 模型，它就是一个脑子，你可以理解它只是一个脑子。今天我们跟它聊天也只是跟一个脑子在聊天，它没有手，也没有脚，也没有眼睛，它不能去看任何世界。但是呢，我们在 OpenAI 就 ChatGPT 的官网或者是 Anthropic 的那些网站上，你说今天帮我搜索一个什么东西，它能快速帮你搜到。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给 AI 配了一个接口，类似一个脑机接口，叫 To Calling 或者叫 Function Calling，就是给这个机器配了一个工具，给它了一个手，说，我脑子里面想，我今天要搜一个东西，我这只手好像是可以去抓新闻的，它就去到处去抓各种知识，然后回答你。所以就出来了 To Calling， 就是我们程序员会给他创造各种各样 To Calling。你可以去查数据库，你可以去查文章，你可以去查网站，这叫 To Calling。而且它能快速的查。对，它非常快，而且这个事情有很多供应商的，会花很多钱这个事情。然后其次呢，它就开始衍生出了一个叫 MCP 的东西。MCP 其实现在已经大量的被淘汰了，但一开始就是告诉你的模型，你在什么时候可以特定的去调用你的某一个工具，就类似给它一个知识图谱，员工手册。但是它会有很多问题，因为它上下文，这里就不聊了啊，因为太专业了。然后就会出来一个 skill， 就刚才我说的 skill， 你从 A 还是 B 还是 C 还是 D，它是渐进式披露的。就比如你做完 A 了，它会去看 B， 你做完 B 之后，它会看 C，它会一步一步看，它类似一个员工手册的大纲。你真的要看，你翻一页翻一页，这个就是 skill，skill 就是技能。我发现用 AI 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好像就是习惯性的自己不用思考的人，他还帮我思考，这个就他直接给我答案，这个就非常危险。因为在 AI 出来之前，大家都是用 Google 去搜索一些东西，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助力的，你是要通过自己去判断、去搜，然后看大量的。但是遇到一些很难的问题，我好像甚至搜都搜不出来。对，然后我就感觉我没有概念，我想也想不出来，我就只能让 AI 去思考。这之前没有 AI 的时候，你根本就做不到很多事情，对不对？但是现在 AI 能够帮你回答问题了，它就好像变成你的第二个大脑，这个就不对。
因为 AI 给你的东西啊，它不一定是对的。其次就是 AI 它可能在回答你的时候啊，它已经咀嚼过很大量的事实了，它的思考过程你是看不到的。它只会给你一个确定性的答案，这个答案可能最终是对的。但是这个数据从哪来的你是不知道的。对，这个数据为什么会长成这样，你也不知道。包括这个数据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你也不知道。对吧？就是我们人类啊，之所以会存在，还需要存在，就是还需要我们人类的判断力。将来我们人类更多的价值是思考 AI 给你的答案和结果，你去看，你去判断这件事情对不对。然后去质疑它，或者是说 AI 给了你答案以后，你能不能够把 AI 给你的答案转化成你自己说的话？明白了。就是你可以通过 AI 去学习到，然后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对，就是当你跟 AI 聊完之后，你总结出来的内容，你的观点、经验，你去转述给另外一个人，可以完完整整的告诉他，今天我跟 AI 学了什么，什么是我的理解。总不能说今天我跟 AI 说了什么，然后 AI 给我说了什么，这个不对，这个不行。谁问都是这样结果，其实是这个才是我们人类最大的价值。你的判断力、你的经验才是最宝贵的。AI 只是给你一个工具而已，它只是一个工具。起码现在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工具，而且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助手。但是它不能帮我去做一些判断。确实，那如果说我们所有的思考和判断都交给 AI 的话，其实确实像你说的，会很恐怖，变成 AI 的傀儡。是，或者是说变成工具的傀儡，对吧？对。而且刚才我说的那个方法叫费曼学习法，其实很有用的，对我们普通人真的会有非常大的助益。因为我平时学习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法。但是有什么聊天的技巧吗？有的。就比如说你设计一个封面，对吧？你设计封面之后，你去问 AI，它会给你一个答案，但是呢，你不知道这个答案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会看了大量的案例，对不对？对，大量的数据，而且这个他给你的结果，这样设计对不对？有没有区分场景，你都不知道。对，然后拿了结果呢，你可能设计出来一个东西，结果它不对，好了。完了，你就得为 AI 的事情买单了，因为 AI 不会为你的工作而买单。对，你错了，那就是你错了，你不会说 AI 告诉我的，对吧？这样就不对。那你要做的就是，AI 为什么会给我这个答案呀？你就问他，你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呢？你是通过什么搜索会发现有这个问题呢？你如果真的这样问，你就会发现很多恐怖的问题。就是他会拿一些奇奇怪怪的文章，或者是奇奇怪的信息，因为他搜索的地方不一定是你想看的东西。他给你的答案也不一定是对的。那我怎么样才能精确到他给我的就是对的呢？这个就是 prompt 工程了啊。就是你告诉他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或者你告诉他你今天要设计一个海报，对吧？那你要跟他说，我想怎么做，我觉得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帮我去看看谁的设计理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告诉我一个答案，同时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这样。就是让他举例很多证据。然后其次呢，他给了你答案之后，你也不要立刻去信，然后你就说，他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或者说他的数据支撑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东西为什么长这样？一定有很多案例的呀。就一直问，一直追踪到底。对。然后通过跟 AI 聊完以后，你再看其他大量的文章，或者是大量的素材，大量的 YouTube 的视频。这样就有用。因为我们今天学习的不是知识，我们今天更重要的是经验。因为知识特别好获取，太好获取，但是知识对于你来说有没有吸收成你自己的东西，这个非常重要。对，你只有变成自己的观点，那才是你的东西，才是将来我们普通人立足于整个社会的根本。而且刚才我说的那个多维验证 AI 的那个角度啊，其实跟我最近看的一期 TED 节目很像。因为当时我看到有一个叫 Lori 的心理咨询师，他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心理咨询师。然后呢，他在一期演讲里面，他就说他发现他有一个病人，会一直寄信给他，然后他就说他的病人跟他说，最近我的老公可能出轨了，然后呢，他整天会背着我跟另外一个女人打电话，我现在感到非常悲伤，然后我既想离婚，因为我没有办法再面对我的丈夫。但是我如果离婚的话呢，他孩子又怎么办？我不想我的孩子失去父亲，让他经历我的童年的那些悲惨的经历，所以他现在特别痛苦，他就在咨询这个女人，问他我到底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理论上这个医生他给什么咨询建议都不对，对不对？那你离婚吧，你就真的离婚了；你不离婚吧，你又很痛苦，又不知道怎么去开导他。但是巧就巧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信箱里啊有另外一封信，是她的丈夫。哎，她的丈夫是这样说的，他说 ：“Lori， 我在1年之前我的父亲去世了。”然后这个时候我非常悲伤，但是我的妻子没有办法跟我共情，因为她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然后最近呢，我有一个同事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对我非常表示同情，因为他的父亲也在前几年去世了，所以他非常能理解我的心情。我每次不开心的时候，又想起我父亲的时候，他就会不断的排解我的一些心情。但是我妻子表示非常不理解，她常常跟我抱怨，或者是跟我发怒。我不知道我的妻子最近为什么会这样，她甚至有点想跟我离婚。但是我非常确信，我跟这位同事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奇奇怪怪的感情。但我觉得他们夫妻俩是需要沟通的呀。对，他也在信里面说了，他说他不断尝试着跟他的妻子沟通，说这件事情是，但其实已经对他的妻子就觉得他应该是出轨了，所以就是没有办法沟通。所以这件事情就给 Lori 一个非常大的启发。就是同一件事情啊，你得从多个角度去看。同一个结果，你看从他妻子的结果，他就会发现啊，他丈夫出轨了。你如果站在男生的角度，你又会发现这个男生好像也没有问题。对，只是大家看到的结果不一样。所以呢，就跟我们今天说的 AI 的维度是一样的。我们得从多个角度，你哪怕知道了一个答案之后，你并不知道它的过程，你也并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然后我们就得通过 AI 的各种维度，你去问他，哎，为什么呀？这个东西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因为起码我自己在跟 AI 日常沟通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他会给我一堆方案，然后呢，他给了我一个方案之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懵了，我就问他，哎，你这个为什么会这样？业界是这样做的吗？然后他说，哎，业界是这样做的。我说，业界为什么这样做呀？然后他就说了另外一个方案，然后我就发现，哦，其实还有更多的方案可以给我选。然后他一开始给我那个方案是不对的。什么样的方案适合你，你得知道它有多少的参考。多少个方法？对。他一次性给你一个答案的话，你根本做不了这个决定。对，是的。而且那我可能之前好像都是这样子，他只给我一个答案，因为我觉得好像也不是我想要的。哎，这怎么回事呢？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是我自己认知不够高吗？你不能认为是他的问题。但我从来没有质疑过。没有质疑过，从今天开始就质疑他。好的。而且其实 AI 啊，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幻觉。你遇到过幻觉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幻觉。我相信大家很多情况下，普通人都没有办法知道 AI 产生幻觉的。除非它非常夸张、非常离谱、答非所问，你们才会发现它出现幻觉。这个跟它的上下文有关系。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其实都是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嘛。你的上下文越长，他的注意力就会越被稀释。所以啊，就是大家在聊天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千万记得上下文的窗口，不要在同一个窗口里面不断的聊，因为他不知道你上面到底聊的是什么。开一个新的窗口，对，相当于一个新的开始。对，新的一个 session， 他就会发现哦，你这次聊的是这个东西。原来这个功能是这样用的。我是一直在这个页面上。那也就是换。他给我换就换了，然后我不会自己换。那不行哦，那不行，千万要换。好。其次呢 ，AI 其实还会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价值，就是创造力的成本变非常低。因为大家会发现啊，无论是 Anthropic 还是 ChatGPT， 很多 coding 的马拉松大赛啊，他们的那些冠军啊，都不是程序员。有些是律师，有些是农民，有些是医生，他们就是通过 Cloud Code 呀或者 Codex 呀，他们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哎，今天我做一个这个东西会不会好一点？因为过去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可能，因为他们完全不会写代码。对。但是今天 AI 它能帮他写代码，他有一个想法，他就立刻去创造，可能5分钟或者是20分钟就帮你把一个小的 demo 做出来了。那他怎么判断它对不对呢？你不用，就是对于不会写代码的人来说，其实不需要太关心它这个东西到底写的对不对。你只要用起来是不是正常，其实就够了。对吧？那也蛮厉害的。当然我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啊，非常管用，看看 AI 写代码到底好不好用。
就是它确实给你完成了一个你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的一个系统或者是功能，或者是一个 app。那你就用另外一个 AI 或者是新的一个窗口，用批判性的语言告诉他，这个项目啊，它写的有问题，你帮我看看它到底哪里是给你写死的，哪里是有问题的，哪里是设计过度的，哪里是根本没有用到的。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技巧。对，就让他帮你去做审查，然后问他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写，让他再改一遍，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照你这么说，我都可以写代码了。对，是的，虽然不能到达那种工业级的，但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大家的灵感突然有一天迸发了一些小灵感的时候，想做一个什么东西，创造的成本会变得非常低，因为 coding 的成本护城河其实理论上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就是大家的 idea。对，我觉得这种其实对小公司很有帮助或者是说对个人很有帮助。个人团体就是个人企业也很有帮助吧。对企业，我觉得帮助没有那么的大。那比如说他想要一个项目的一些东西，但他又不想要付出这么大的人力的话，他就可以用 AI 啊。你说那种孵化赛道，对吧？对呀。理论上是，但是他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公司，他如果做一个小的孵化产品的话，他其实还是需要投入一点专业的人去审核 AI 写的代码。我说的是工业级的，所以 AI 它真正能够帮人提效，就帮 coding 工程师提效的，其实大致在20%到30%。它只能提升这么多。它并不能提升更高了，因为你会发现 coding 工程师更多的是重新去 review 那些 AI 给你写出来的代码。而并不是说让 AI 帮你写的，他的工作转移了，他从前面转移到了后。但是整体的产能你会发现，大家都说要失业了，结果也没有任何人失业，对吧？工作不会消失，它只会转移。对。甚至它会因为 AI 的出现，它会爆发更多的工种。这个就跟我们之前的工业革命是一样的。工业革命革的是体力劳动，AI 的出现革的是脑力劳动。好，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普通到底该怎么用 AI。然后大家不要去完全相信 AI。如果你们身边发现有人完全相信 AI，那这个人离他远一点，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的观众，就不一样了。就知道AI 说的不一定对。是的，对吧？我们该怎么通过 AI 去学习，让它变成我们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这期里面真的很有用AI已经把我拉出来了。起码先把你拉出来了，是吧？对。好，然后呢，通过 AI 不断提升自己，将来我们的价值更多的是人类的判断力和思考力，或者说品味。有品味的人你才有价值，你没品味的人就没有用。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普通人我们做工作，我们去怎么去利用 AI 呢？就好像表面上根本用不到 AI 呢。看你做什么工作。如果你是职场坐在办公室的，大概率是用得上 AI 的。比如说你做设计，对吧？现在已经有很多 AI 设计师了。为什么用 AI 设计师？就是他把自己的一些设计理念、设计的模式，全部都告诉 AI。然后做成一个 skill，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保持自己的思考力和判断力。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主流的科学家，他们用 AI 的时候，他们都表示，他们过去的经历大多数都是停留在计算和验证上面。但是他们现在告诉屏幕前很多的观众他们说，自从我们有了 AI 以后，我们更多的工作是提出问题，而并不是去解决问题。因为 AI 能够帮我们解决，我们只需要负责验证和继续提问。对的。所以工作不会消失，它只会往后转移。你看科学家就是最好的例子。对吧？确实。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您的观看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话，记得订阅哦。拜拜。